每人挑选4个魔法，然后跟考官对战，考官会变成和你一模一样的初始状态。这时候有什么方法能战胜考官呢？满谷获得胜利后，围观考试的高阶主教们一脸懵逼。温云汉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他早就和师妹说了，这3个编进来的都是刺头，要多加防备。没想到还是遭了这4个毒手。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考试规则吧。一旁的考官发出悲鸣：祖宗之法不可变啊！那要不下场你来？有时候变一下也不是不可以。于是乎，轮到冷风上的时候，秩序天平新增了几条规则：一、禁止在考场上裸身体必须穿得整齐、形象得体，必须携带法杖，且法杖材质为木质。2、不可使用武力，更不可攻击考官隐私部位。3、您必须保证考试时身体状况正常，不可携带任何诅咒 buff 上场。看到最后一条，你就要上扬，不错啊，还懂预判了，有进步。不过与实时更新的版本作对，从各种完美规则中找到漏洞，才是一个邪道玩家的真正修养。呵呵一笑，看向冷风，能坚持住吗？萧凡兄大可放心，冷静与克制正是骑士的美德之仇，我将会让他明白什么是坚持不懈的高贵精神。自信走向考场，林婉儿这边是感觉自己又行了，非常自信。我这次亲自修改了规则，一定没有任何破绽，从各个方面都否定了这些乡下人的作弊路线。他看了一眼冷风装备的魔法，原来这家伙是辅修水系的魔法师嘛，根本无所谓，他可是全系精通的天才。仔细看看第一个魔法，初级魔法水流涌动，辅助祝福类，能够使水流翻倍。这个魔法一般配合水之矛使用，可以获得更加粗大的水矛。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人的4个技能里根本没带水矛。继续往下看，水元素聚集，水面波动，这人的魔法组合怎么让人完全看不懂呢？冷风微笑心里，美丽的女士，很荣幸与您共舞。另外很满意，这人虽然也是个边境仔，但至少懂礼节，会说人话，应该不至于和上一个一样变态吧。很快双方签署考试授权，冷风呵呵一笑，请您见证吧，见证我的觉悟。话音落下，炼金仿生已经启动，林婉儿慢慢转变成了冷风的模样。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他猛地夹紧双腿，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。瞪大双眼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冷风摇头，什么也没做。按照我修改后的规则，无论是服用禁忌药品，还是携带诅咒状态上场，都是违规的。冷风依旧优雅，这并不是任何诅咒状态，这只是最正常的生理现象。我也没有服用任何禁忌药品，我只是昨天晚上一口气喝了6瓶水而已，而且还是从教堂求来的圣水。冷风张开双臂，来感受圣水蕴藏的力量吧。这个边境变态男竟然他喵的是憋着尿上场的！另外双腿狠狠夹紧，双手捂着小腹，难受啊马飞！如果在教堂大厅里尿出来的话，神官神药就结束了吧？一定会结束的，对吧？冷风却摇了摇头。林婉儿小姐，我对你很失望，你并没有资格自称贵族。林婉真的好气，你一个边境边角蛮子，还在这说我不配当贵族了？冷风呵呵一笑，所谓贵族，便是能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坚持住贵族的优雅和矜持。这份骄傲和坚持，正是身为高贵之人的觉悟和责任。正如萧凡兄所说，坚持的精神，这是贵族灵魂的本质，这才是真正的 elegant。只想林婉儿，你只是坚持了1小会就如此抱怨，而我可是撑过了1个晚上。你的贵族精神实在孱弱不堪，而我展示的便是光辉教体的坚持。林婉儿的眼神死了，你的贵族精神就是憋尿。萧凡兄，又他妈要是那个萧凡，又是这个畜生想出来的点子。林婉儿眼睛通红，谁说我无法坚持的？冷风继续法上，那么美丽的小姐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林婉儿能感觉到，只要她动作稍微大点，小夫就会有反应，在众目睽睽下憋尿，比在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还要更加羞耻啊！偏偏这玩意儿还能通过秩序天平的审查，被判定为非作弊的合法行为啊！小凡，你不行，情绪不能激动，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会忍住。被边境的蛮子侮辱不是贵族，我必须要洗刷这个耻辱，夺回自己的荣誉。与此同时，冷风咒出一道法阵，水流涌动，初阶祝福类魔法能够使水流翻倍。林婉儿很诧异，这魔法不是让水流翻倍吗？这里也没有水啊！等等，果然下一秒，一道光芒打在小腹位置，他表情扭曲，早已濒临绝地的河坝，突然水量又增加了1倍，会是什么后果呢？他双腿死死夹住刚刚挺着的脊梁，又完了！我的小腹，冷风，你该死！观众们看呆了，林婉儿的司铎到底怎么了？对面究竟使用了怎样精妙的魔法？总感觉司铎好像在忍耐什么样。这些闲言碎语更是进一步冲垮了他的理智。理智？你让他什么理智？抬起头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无耻，那我也只能奉陪到底。魔法大变魔法，你会我也会。继续法上水流涌动，
同样是一道光芒命中冷锋小腹，即便是同样的招数，同样的身体，做魔法鬼才，他施展出的效果也更加精准和强悍。这就是天才的微操，就算是憋尿，也觉得是对面先忍不住。可让灵婉儿惊讶的是，冷锋面色如常，甚至肩膀都不抖了，更加优雅。抄袭我消费兄的智慧嘛？你失去了贵族的矜持，双手一挥，水面波动，出击的侦察魔法，通过制造水底涟漪，探查水中敌人的行踪，也可以通过涟漪来向同伴传递信息。灵婉儿一脸问号：现在你侦察什么敌人，传递什么信息啊？等等，这个魔法根不是用来侦察的。重点是第一句话，他的身体响起了扑通扑通的水声，那即将决定的第一把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洪水，体内圣水疯狂荡漾，泛起一阵又一阵的波纹，就好像是在体内蹦迪，甚至打着节拍律动。好耶，快来玩喽！我操，这是在翻江倒海啊！我靠，好像随时要被洪水淹没了。再一次对冷锋使用相同的魔法，可对面却只是轻微皱眉，面色依旧如故，风度依然优雅，甚至还并没有灵婉要致敬。灵婉儿心态崩了呀！这个混账！这个变态而下贱的男人，这个来自帝都大小姐，短短半小时内就体验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两种感觉：一是肉体升天的灵魂破碎，二是灵魂恶斗的盛世翻涌。灵婉儿艰难蠕动，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冷锋大手一挥，就让我们继续吧。灵婉儿四夺，这只是我凡哥设计的流派，哪吒闹海流的前戏呢？灵婉儿牙齿都要碎了呀！你们他喵的边境全是这种人才吗？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中了同样的魔法，冷锋能坚持下来？难道他的意境还不如区区的边境蛮子吗？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！深吸口气，会赢的。我可是帝都出生的精英 elite。冷锋一挥法杖，灵婉儿考官，诸位先祖，尽情见证我的觉悟吧！哪吒闹海第三式，碎元素汇聚，中阶攻击魔法形成一个潮汐漩涡，能吸引周围的水流，并化作水弹攻击敌人。这周围根本没水啊！而且攻击魔法不像祝福魔法，人体对于攻击魔法的抗性要比祝福魔法高很多。等等，他面色惊恐。按照这边境出生的脑回路，既然祝福魔法能对敌人使用，那么攻击魔法的对象难道是？没错，冷锋的施法对象这是他自己。他放弃了魔力抵抗，不但有圣水从体内奔涌而出，形成漩涡。这他喵的是比漏尿还终极的侮辱！谁会让这种东西砸到自己脸上啊？绝对不能让他的魔法完成，绝对不能！另外继续法杖，边境的蛮子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！巨人反向施展，水元素汇聚，强行抵消了漩涡，慢慢消失不见。赢了，我赢啦！可冷锋并不气恼，相反非常平静。是的，就该是这样。真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、容易对决啊！灵婉儿女士，灵婉儿生无可恋，真是一场让人热尿沸腾的傻逼对决啊！冷锋畜生。但是考试已经只剩下了3分钟，只要再坚持3分钟，我一定要给这个边境蛮子打0分。可这会儿对面那个鬼畜男居然又回头法杖，你还想干嘛？哪吒闹海第4式，感官赐福。灵婉儿当然知道这是个万金油魔法，既可以用来侦查，也可以用来辅助队友战斗。但是提高全身感官，当然也包括尿意。半跪在地上，身体缩着，头骨不断颤抖。此时本该决堤的河流早在水里涌动，水面的波动噌的一下达到巅峰。而在圣光的普照下，那股尿意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我有意志，我有超越人类的意志，才能在这股洪流中保持理智。不行，我要挣扎！这是我面对地理下界边境蛮子的挣扎。灵婉儿当然也对冷锋释放了同样的魔法，但对方却面不改色。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难道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拥有贵族品质的男人吗？周围观众一脸凝重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能让灵婉儿4夺半跪在地，一定是很可怕的魔法吧？这是受了严重的内伤啊！等等，他们忽然懂了，全都懂了，双方一定是进行了最高深、最激烈的魔法比拼。他们之所以看不出来，只是因为太过深奥，自己的等级不够，无法看破，当这是一场高深的对决啊！此时考试时间还剩1分半，灵婉儿到底还是凭借着惊人意志顶住了。而现在冷锋也没有任何魔力，他嘴角上扬，终究是我赢了，是我赢了。可对面那个家伙还在说话。灵婉儿考官，恭喜你坚持到了现在，我尊重你的意志，但你的挣扎就此结束。我要对你使用哪吒闹海流的极意超奇幻歌。这也没听过有这种魔法呀！而且带上场的4个魔法不是都用完了吗？嘘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声音啊？这究竟是个啥？身体不由自主抽动了，虽然没任何魔力波动，但不知道为何他真的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。这是来自这具身体复制过来的本能，无法逃避，无法抵挡的本能。冷锋甚至走到面前，左耳虚一遍，右耳虚一遍，
360度环绕西边，就仿佛到大海耳畔到处都是潮汐的悠扬之声。在广袤的大海面前，她就如一个小女孩般无助，泪划过眼角。高贵的帝都大小姐，精英卿卿呜咽。我认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话音落下，这一天明确认了考试结果。考官弃权，考生冷风考号113号考试成绩100分，请下一位考生考号114号萧凡做好准备。考试结束后，宁太有随着教室，令儿牙齿都要碎了，但心中仍有一丝不忿。为什么同样的魔法你能够坚持住？冷风微笑，因为觉悟。正如萧凡兄所言，建立为他事业的觉悟。令儿的表情是这样的，知道你们都要说什么，那就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。灵婉儿女士，你的坚持并不输鄙人，但你唯一欠缺的正是觉悟的精神。你缺少的正是舍弃一切的觉悟，敢于当众尿出来的觉悟。灵婉儿从未如此无助过，所以说你从一开始就尿出来了。没错，在切入授权的那一刹那，鄙人便已经出来了。这就是鄙人的觉悟，舍弃一切的贵族觉悟。灵婉儿崩溃了，不可能！如果早就尿出来了，那个很明显才对。冷风摆摆手，裤子只是伪装，而真正关键的是萧凡兄亲自参与设计，具有超强弹力、超厚吸水、超薄触感。正是他那如同婴儿肌肤般的体感，您才未能察觉到它的存在。没错，在裤子的夹层有一件白色吸水生物，他穿了一件尿不湿。灵婉儿彻底疯狂！温云汉和其他考官对视一眼，我们继续修改规则吧。